2011年5月，当特斯拉董事长马斯克在彭博社的访谈中听到主持人提及某家中国汽车制造商时，他忍不住连连发笑。面对镜头，马斯克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轻蔑之意：“你看过他们的车吗？我确实见过，在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说实话，我不认为他们是竞争对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产品并不吸引人，技术实力也相当薄弱。而且，比亚迪作为公司，在中国本土市场就面临着诸多问题，所以我认为他们的重点理应放在如何在中国市场生存下去。”这家在国内外都饱受嘲笑和质疑的公司，在11年后却以惊人的成绩单回击了所有质疑声。2022年上半年，该公司发布的新能源汽车销量数据显示，以646399辆的傲人成绩力压竞争对手，问鼎全球第一。这家公司的名字叫做比亚迪。那么，比亚迪究竟如何从濒临绝境闯到今日辉煌？它的创始人王传福又是怎样的传奇人物？新能源汽车的爆发式增长对于中国崛起又具有怎样的重大战略意义？为了深入了解这些问题，我翻阅了数十万字的资料文献，试图窥探这股时代浪潮背后汹涌的暗流。要理解比亚迪这个市值接近8000亿的工业巨擘，必须从安徽农村的3间破瓦房说起。1966年，王传福出生在安徽省芜湖市王家嘴村，家中共有10口人，除了父母，就是8个兄弟姐妹挤在3间破瓦房里。王传福13岁那年，父亲在肝癌的折磨中离世，王家的处境愈发艰难。5个姐姐先后出嫁，妹妹被无奈寄养出去，哥哥王传芳读到初中时选择退学赚钱养家。而没过多久，积劳成疾的母亲又不幸去世，15岁的王传福只能和哥哥相依为命。父母双亡，前途泥泞，使得少年王传福比较内向，不太爱说话。幸运的是，亲人给了他足够的温暖。王传福上高中后，大哥也结了婚。据说王传福不愿意成为哥嫂的累赘，曾经要求分家生活，还想辍学去打工挣钱。结果哥嫂骂了他一顿，让他专心学习，别的事不要操心。嫂子张之秀贤惠善良，和大哥一起撑持生活，每个星期省出10几块钱来作为王传福1周的生活费。王传福读高2那年，一场暴风雨刮倒了家里的瓦房，哥嫂拿不出钱了，就咬咬牙挨家挨户去借给王传福，硬凑了40多块钱。王传福没有辜负兄嫂的期望，他刻苦学习，于1983年考进长沙的中南矿业学院，攻读冶金、物理、化学专业。毕业后被保送读研，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学习电池技术。期间，他以学生身份主持了熔岩电解制备新型惰性阳极课题研究，而这正是国家85计划的重点攻关项目。硕士毕业后，由于表现出色，王传福被留在研究院工作，而且2年后就被提升为副主任。此时他才26岁，是全院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尽管如此，他也算不上富裕，结婚时没有房子，和妻子是住在同事的家里。1992年初，邓公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鼓励各行各业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看准了的就大胆的事，大胆的闯。一时间群雄并起，大批政府机构或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选择下海经商。北京有陈东升创办嘉德拍卖和泰康人寿保险，冯仑成立了万通地产，山东有朱新礼推出汇源饮料。在广东，史玉柱的巨人集团横空出世，而郭广昌也在上海打造了复兴集团的雏形。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王传福也即将被时代的大潮推动。1993年，有色金属研究院和包头钢铁集团合作，决定在深圳成立比格镍氢电池有限公司，并派遣王传福去做总经理。当年流行一种手提式电话，叫大哥大，售价上万，而里面的一块镍镉电池也要卖上1000元。日本企业是镍镉电池的行业龙头。1994年，王传福从新闻中得知，日本出于环保考虑，要放弃传统的镍镉电池产业。也就是说，电池市场会出现供给短缺，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他向上级建议立刻研发和生产镍镉电池，可是领导没有同意。王传福通盘考虑后，决定下海创业，自己来干。要创业就得有启动资金，他以前攒的那点死工资，对开工厂来说是杯水车薪。幸运的是，王传福的亲戚中有一位贵人，表哥吕向阳。表哥也是农村穷人家出身，学生时代因为没钱而辍了学，但是论能力、论运气，他都毫不逊色于王传福。16岁就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安徽分行工作，拼搏10几年后升任为银行高管。日后到深圳创业，做房地产和纺织生意，迅速成为商界的一方豪雄。王传福来找吕向阳投资入股时，他还想劝表弟别辞职，因为他觉得表弟书生气太重，不适合做生意。有铁饭碗的大好前途，何必冒这个险？王传福说，适合不适合，反正已经辞职了。既然如此，那就勿当别论。表哥大手一挥，拿出250万给他创业。要知道，这是1994年的250万元人民币。近30年过去，吕向阳至今仍然是比亚迪的副董事长，再加上自己创立的荣氏投资管理集团，身价已经过1000亿。1995年2月，在深圳布吉的冶金大院，王传福带着10几个人正式成立公司。到工商局注册的时候，却犯了难。起的公司名字本来是2个字，报上去之后发现已经有人注册，改了再报还是有重复。如此3番5次之后，王传福干脆选了个怪名比亚迪。
没有任何逻辑意义，纯粹是为了通过注册。那时候，一条镍镉电池的自动生产线需要上千万元，表哥的250万就显得不够看了。为了节省成本，王传福没有盲目引进国外昂贵的自动流水线，而是把生产线拆分成多个固定工序，安排40-50个工人岗位，分别完成点焊、检测、贴标签等环节。每天可以生产出4000块充电电池，而产线成本只有100多万人民币，比日本同行低40%，弄出了一套高科技劳动密集型产业模式。王传福自己就是技术专家，把控的产品质量相当不错，再加上成本低廉、价格便宜，很快就打开了市场，崛起速度惊人。尤其是在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之后，电池的市场价格暴跌20%到40%，日本厂商因此差点亏损，而比亚迪凭借成本优势，从飞利浦、松下、索尼、通用等大公司手中拿到了巨额订单，狂售1.4亿块电池。仅仅成立3年，就在镍镉电池领域攻占了全球将近40%的市场份额。2002年7月，比亚迪在港股上市，第2年超越日本三洋集团，成为了全球第1大电池厂商。接下来，比亚迪趁热打铁，从液晶面板、手机外壳等零部件切入，经营其 IT 代工业务，客户包括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国际大牌，很快成为仅次于富士康的全球第2大代工巨头。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王传福下海经商，果然弄起了一波巨浪，轰走了王家的辛酸过往，抛出了一个改变命运、阶层跃迁的奇迹。然而不久之后，比亚迪就一头扎进浪涛之中，差点把自己淹死。在港股上市后，比亚迪融到了20亿资金。王传福手握巨额资金，就打算再进军一个产业。当时选中了2个方向，如今回过头来看，都体现了他超前的战略眼光。第一个方向就是如今的比亚迪汽车，而第2个呢是半导体。问题是以哪个为主？2002年10月，他听说西安的秦川汽车公司经营不善，打算把股份给卖掉，这个机会让他动了心。但这里有个大问题，一个电池厂商干嘛要去做汽车？当年的电池产业市场年增长率高达80%，而全球汽车产业已经比较成熟，年增长率只有3%到5%。从蓝海往红海里冲，整个是跟经商规律对着干。另外，那时候的中国汽车市场是进口车和合资车的天下，比亚迪毫无造车经验，还不得被人家给踩死。所以外界有评论说，有钱只是拿到了赌场的门票，没准还没搞清汽车的游戏规则，手中所握的巨资就已经输掉了。但是王传福还就这么干了。2003年1月23日，比亚迪宣布以2.69亿元人民币收购秦川汽车77%的股份，而此时王传福甚至还不会开汽车。消息一出，大小股东都炸了锅，认为王传福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纷纷抛售股票，比亚迪的股价雪崩将近50%，堪称灾顶之灾。如果持续下去，不仅比亚迪汽车会胎死腹中，连电池基本盘也会被严重反噬。重压之下，王传福在1天之内和基金公司开了3次电话会议，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收购理由。他并不是一拍脑子就胡闹的人，反而是极度的理性和务实。他在日本参观过一个汽车模具厂，他们的展现只有其中一段是设备加工，其余都是手工模制。而那个时期的客观情况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要远远低于日本汽车，有1万多个零部件，也就是1万多个模具。综合算下来，外国厂商开发一款车的成本可能在1亿到2亿美元左右，而中国厂商只要1亿到2亿人民币。有这样的成本优势，中国车企盈利几乎是一种必然。除了产业前景外，还考虑了失败的极端后果。原话是这么说的：当时买的秦川汽车的话，一年产值也就是5-6个亿吧，才5-6个亿的产值，基本上亏损也是很低的，也就是1到2个亿。我们这个研究能力远远可以覆盖这个亏损的能力。即便我亏损的话，我拿出1个季度的利润就可以覆盖掉了。这就是王传福的底气所在。就像他当初辞职一样，适合不适合，反正都收购了，接下来唯有一往无前。也就是在同一年，一家叫特斯拉的美国汽车公司成立。第2年2月，马斯克向他注资630万美元，并出任董事长。遥远的对决尚未开始，而史书早已埋下伏笔。王传福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秦川汽车公司本身没有研发能力，之前造的汽车叫弗莱尔，基本上是奥拓的翻版货，而且所有零部件都是买回来的，说白了就是个组装厂。王传福买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主要是国家批给他的汽车生产资质牌照。新生的比亚迪汽车得从起步阶段开始。当年公司没有汽车研发人员，所以第一款车型是外包给其他公司设计的，但耗资2个多亿，代号316。2004年2月，比亚迪在上海召开经销商大会，316也在大会上亮相。比亚迪请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们评一评，这车做得怎么样？那一天的上海下着雨，天空灰蒙蒙的，经销商们站在316前面，有60%的人表示不满意，剩下的40%没有表态。不少的人是看完之后一言不发就回房间休息了。原因很简单，这款车说白了就是个加长版的夏利，看不出任何市场竞争力。正如外界所质疑的那样，比亚迪跨界造车果然栽了跟头。王传福受到不小打击，1个星期没睡好觉。
反复衡量之后，他决定舍掉2个多亿的研发成本，不让316上市，将其永久雪藏。但是车还要做，绝造下去。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把汽车设计外包，而是由自家掌控。即使在316项目进行的时候，王传福也没闲着。他先是学会了开车，又阅读了大量专业书籍，学习汽车机械知识。2005年9月，比亚迪向市场推出了车型 F3。由于自身基础不够，他们在设计这款车的时候，山寨了日韩汽车的特点，尤其是丰田花冠。乍一看还以为是花冠换了车标，甚至有传言说2款车的零部件完全可以互换。但丰田却没有发起知识产权诉讼，因为严格来说，比亚迪确实没有侵权。王传福是怎么干的呢？他买了将近50辆各大名牌的二手车，并且亲自带领员工把它们拆成零部件研究。他要员工学习同行的非专利技术，但只要涉及专利红线的，都要一条一条的修改。比如外观，汽车有5个面，比亚迪可能4个面跟友商完全一样，但剩下那个却完全不一样，那就不能认定为侵权。所以 F3 的前脸像花冠，但尾部抄的是飞度，腰线则来自威驰，看起来是个缝合怪，却又避免了法律风险。模仿友商的同时 ，F3 的售价还更便宜，最低价被压到了5.29万元，很快就成了市场爆款。到2007年1月，单月销量就突破了1万辆，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数字，是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第一次凭单一车型月销量破万。王传福自己也承认过，确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要不然没法起步。事实上，日本汽车、韩国汽车大部分也都是这样起来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比亚迪没有止于模仿，甚至很早就开始了技术积累。比亚迪初期模仿丰田汽车，主要是因为最佩服丰田。除了优秀的产品质量和设计外，比亚迪从丰田身上还学到了一种经营模式，为日后打江山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模式叫做垂直整合。在现代制造业中，一个产业从设计到原材料，到零部件加工，再到组装、生产和销售，这些环节往往由不同公司负责，各自掌握产业链的上下游。而垂直整合模式则是一家公司掌握产业链大部分的环节，零部件可以自给自足。丰田汽车在这方面做到了极致，除了玻璃和轮胎之外，从发动机到底盘、车身，再到装配和内饰，都可以自己生产。比亚迪最早确定垂直整合模式是为了节省成本。他们的汽车电子事业部总工程师罗如中曾经讲过一段经历。早年间，他们曾经找到德国工业巨头博士公司采购汽车刹车系统，对方的报价是1套2000元，他们觉得太贵了，决定自己搞研发。成功之后呢，又拿着产品去找博士，没想到这一次对方直接降价到了每斤800元。所以罗如中认为，所谓全球化的采购模式并不能降低成本，只是国外的洗脑术而已。国外厂商的策略是，你没有我就高价卖给你，你有了我就低价不让你生存，从而牢牢掌握产业链。王传福曾经逆潮流直言，买的不如自己造的，一切技术专利都是纸老虎，让我搞1个亿的生产线，门儿都没有。比亚迪的很多汽车部件就是在这样的决心下研发出来的。他行进的姿态并不潇洒，甚至有些笨拙，但他毕竟跑了起来。2007年8月9日，当着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深圳市政府领导以及国家级媒体记者的面子，王传福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一个战略、2个目标。一个战略是依托自家的电池产业，向混合动力车和纯电动车领域进军。2个目标：2015年，比亚迪的产销量要达到国内第一；2025年，比亚迪要问鼎全球第一。王传福说完后，现场连个鼓掌的都没有，气氛一度尴尬到极点。因为在2007年这样的语境下，听起来就像笑话。比亚迪在国内也不过排第19名，谈什么争霸全球？至于电动汽车，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够大牌吧？1996年就推出了现代第一款量产的纯电动汽车 EV1，产品力也相当不错，可最后不还是折戟沉沙了？你比亚迪又凭什么颠覆行业呢？可是，在大洋彼岸，有人像算命先生一样看到了比亚迪的未来版图。查理·芒格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副主席，他对王传福赞不绝口。这家伙是爱迪生和韦尔奇的合体，既能像爱迪生那样解决技术难题，又能像韦尔奇那样把要做的事情一一搞定。我就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芒格的美言让老搭档巴菲特有些心动，但股神比较谨慎。7月底，他派遣最得力的助手戴维·索克尔前往深圳参观考察。索克尔在比亚迪待了4天，亲自参观了工厂，又和王传福以及他的管理团队深入交流，对他的研发能力以及把研发成果商品化的能力印象深刻。索克尔回美国后不久，巴菲特这边就联系上王传福，说要投资5亿美元。起初，王传福和高管们也很惊喜，但仔细一想，这5亿美元投进来，那就是20%的股份，那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权就会被削弱。权衡之后，王传福回复不能接受如此大规模资金的投资。巴菲特成名数十年，罕见的吃了一回闭门羹。惊讶之余，他却更想要投资了。王传福是一个不愿意出售自己公司的人，这是一个好的迹象。过了2个月呢，事情悄然发生了反转。2008年9月29日，
巴菲特旗下的中美能源控股公司和比亚迪在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美能源出资2.23亿美元，以每股8港元的价格买入比亚迪2.25亿股，持股比例占10%，是当初计划的一半。原来双方再度进行了沟通，比亚迪方面考虑到股甚入伙对公司的发展大有好处，而巴菲特也同意让步，减少投资数额，同时也表示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增持。就这样，比亚迪成为继中石油之后，巴菲特入股的第2家中国企业。比亚迪值得被看好。自2005年推出 F3之后，他们又陆续推出了 F0、F2、B3、L3、F6、M6等一系列车型，研发速度惊人。到2009年，已经是中国自主品牌中的销量冠军。巴菲特入股仅仅1年之后，比亚迪的汽车销量同比增长170%，股价飞到87港元，翻了10倍不止。他为巴菲特投资的得意手笔引发了全球关注。同一年，在胡润中国百富榜上，王传福以350亿人民币的身价跃居中国内地首富。鲜花着锦，烈火烹油，43岁的王传福踌躇满志，准备以中国汽车领军者的身份向欧美日韩厂商发起挑战。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巴菲特，都没想到仅仅几个月之后，比亚迪就会元气大伤，迎来创业史上的至暗时刻。2010年8月27日上午，在河南郑州举办的大河秋季车展上，几条白底黑字的横幅被当场拉开，比亚迪欺诈经销商等字样迅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站台边10几个比亚迪的工作人员立刻上前抢夺横幅，跟经销商撕扯起来，混乱持续了10几分钟。客观当天有媒体在场，因此事件很快被传到网上，比亚迪一时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其实车展这天只是经销商与比亚迪冲突的一个高潮。2010年4月以来，四川、湖南、山东、北京、浙江等陆续有经销商与比亚迪终止合作，宁肯赔付违约金也要强行退出其销售网络，被称为比亚迪退网门。有抗议的经销商告诉记者，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也不愿意走到这一步。一旦走到这一步，就意味着经销商和厂家走到了决裂的边缘。厂家不想看到，我们也不想看到，但是我们不这么做，只有死路一条。比亚迪正在快速崛起，经销商应该跟着喝肉喝汤才是，怎么会掀桌子呢？原来09年的销量爆发让比亚迪信心满满的开始激进扩张，他们打算在1年内让汽车销量从44.8万辆增长到100万。为此，公司建立了从 A1 到 A4 4个销售网络，总共1200家销售网点，员工数量从9万暴增到18万。巨大的扩张成本使其资产负债率飙到了60.1%。为了冲击销量目标，比亚迪开始向各地的经销商压货，也就是利用销售返点政策，诱导经销商多提车进货。以比亚迪 G3 这款车为例，经销商的提货价是7.69万元，每卖1辆车，比亚迪会给经销商返利4000元。但前提是经销商必须进货足够数量，并且卖出，达成 KPI 了才能拿到返利。很多经销商一次提货150辆，让比亚迪交付车款1000多万，最后却卖不出去，库存大量积压。比亚迪是稳赚了，经销商却收不回成本，损失巨大。更有甚者，经销商按要求交了车款，比亚迪的车却发不过来，有时候会拖延2-3个月，导致经销商资金链断裂。有的经销商跟比亚迪的大区经理反映，你们定的这个提车量太高了，我们根本卖不完。大区经理口头保证，下个月会征求经销商意见，调整售车任务，可第2个月依然不改。经销商再去对质，你可是答应过我们的，没想到对方说，你有证据吗？汽车厂商和经销商本来是合作关系，但比亚迪的销售政策完全没有为经销商考虑，给不少人造成了巨额亏损，由此引发300多位经销商退网。同时，快速生产导致比亚迪的品控水平下降，汽车出现种种质量问题，消费者的投诉声浪越来越大。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副总经理夏志斌引咎辞职。王传福后来承认，公司确实被销量冲昏了头，每次开会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怎么提高产能。最后，王传福拿3分钟讲一下品质问题。董事长说，我们都是供不应求的，言下之意，卖得好就是说明品质好，也就走入了误区。而在公司中层，腐败欺上的现象也滋生出来。采用垂直整合模式的比亚迪，其零部件是自产自用，各个部门一家亲。为了内部过关呢，零部件厂长会以团建的名义，请品质处和工程院的同事们吃饭、喝酒、唱 KTV， 品质把控自然就松了下来。在种种因素作用下，2010年比亚迪汽车销量是52万辆，增长率下滑150%左右。而这52万的销量，比亚迪之后10年都没能突破。另一方面，由于苹果手机的横空出世，诺基亚等传统手机厂商几乎被颠覆掉，为他们代工的比亚迪电子也受到冲击，代工业务的营收持续下降，增长停滞，经销商退网，消费者批评，高管离职，大规模裁员，代工重创，比亚迪在巅峰期元气大伤，好像一转眼就跌下了悬崖。很多媒体评论称，比亚迪已经陷入大败局，也难怪当年马斯克在采访中说，他们首先应该考虑如何在中国活下来啊。被退网事件后，王传福公开承认，比亚迪片面追求规模扩张，在经销网络和品牌质量等问题上都犯了严重错误。之后，比亚迪进入长达3年的调整期。这3年里，王传福大刀阔斧，
把原本的4个销售网络合并成红网和蓝网2个，并改革和经销商之间的商务政策，提升了他们的盈利空间。品控方面，自上而下高压推行，要求每辆车2年之内的平均故障数少于1，并为消费者提供4年或10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凭借为诺基亚等大牌代工多年的经验，比亚迪的品控能力其实早就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汽车方面，说白了是之前态度松懈，现在改正错误，故障率很快就降了下来。同时，王传福决定不能再依靠燃油车强攻传统品牌，而要利用新能源汽车突袭还不够强大的合资品牌侧翼。实际上呢，比亚迪汽车在成立初就确定了燃油、混动、纯电动3大战略方向，而造燃油车只是起步需要，油电混动是过渡，全面生产纯电动车才是战略目标。甚至可以说，比亚迪进军汽车产业就是为了电动汽车来的。那这里就有个问题，00几年的时候，王传福凭什么超前10多年就预判电动车是大势所趋，而且信念如此坚定？其实他是从人人可见的事实中推断出了电动车的市场需求。中国进口石油长期占国家用油总量的70%以上，而这里面又有接近70%是从马六甲海峡运输过来。假设外界完全断供，中国的石油储备只够使用28天左右。石油安全是我国的一项软肋，而国内石油的消耗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车用燃油消耗。王传福认为，中国要保障能源安全，要解决城市雾霾问题，要发展生态文明等等，这一切都决定了国家肯定要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霸占新能源汽车是理所应当，也是大势所趋。其实，国家早就注意到了新能源汽车的前景。1992年，钱学森就致信邹家华副总理，建议我国汽车工业应跳过用汽油、柴油阶段，直接进入减少环境污染的新能源阶段。朱镕基总理回信，我们已经在85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中安排了电动汽车关键技术研究。8年后，奥迪汽车公司的一位技术经理也向中国政府建议，越过燃油车，发展新能源汽车。第2年，国家就启动了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并聘任此人为首席科学家，他叫万钢，后来长期担任中国科技部部长。国家为全民谋发展，以全民为依托，何以也应该高瞻远瞩。而企业看问题呢，不仅要高远，还要具体和务实，否则随时可能破产。对于这套战略，王传福有着超乎寻常的坚定信心和耐心。公司的磷酸铁锂电池团队工程师曾经因为长期无法突破技术难关，在职场的处境不太好，他主动提出辞职。王传福却把他的辞职信当场撕毁，并且告诉他，坚持做没问题，有什么困难直接跟我说，但比亚迪只要我不让你走，任何人不会让你离开。2007年10月11日，王传福在深圳会展中心宣布，全球第1块可用于汽车充电的磷酸铁锂电池由比亚迪研发成功。第2年3月4日，在瑞士的日内瓦国际车展上，比亚迪发布了新能源车型 F3DM， 它不仅搭载磷酸铁锂电池，还采用了全球首创的 DM 双动力混合系统。我们一般说的混合动力，指的是燃油与电力的混动，而驾驶比亚迪 F3DM， 用户可以通过按键使车辆在混合动力模式和纯电动模式之间自由切换。而这之后，比亚迪也从未停止过对电动车技术的死磕，投入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建立了深厚的技术储备。2009年，王传福的预判得到了现实回应。中国政府启动新能源汽车10城千辆推广工程，第2年又把新能源汽车列入中国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7月份，财政部等4部门联合出台通知，决定在上海、长春、深圳、杭州、河北5个城市启动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工作，让这个产业迈出了关键一步。而作为国内新能源汽车的先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比亚迪是以一己之力配合政府探索这个新产业。王传福在采访中透露过，走得早问题也多啊，那到处碰壁啊，什么充电桩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啊，因为你别人不干，你干嘛问题很多，那你问题多啊，这个头部血流啊，那中央要做这个新能源这个战略啊，那他来调研，他首先调研你，他到别的企业，他问不出问题，别人没干，他哪有问题啊？那我们问题多啊，我们经常给中央领导写很多问题是吧？一中央领导一看，果真是真的问题啊，不是编的，完全是实际工作中碰到的这些问题啊。那么有了这些问题，我们的政策就根据这些问题，你去改造，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怎么不让发生这些问题，那实际上就是政策。燃油车已经普及了上百年，而新能源汽车毕竟少见，民众对它的续航里程和安全性都有合理的怀疑。要把消费者从燃油车阵营拉过来，绝非易事。何况做这件事的比亚迪，品牌号召力远远比不上国外汽车巨头。王传福从实际出发，确定了另一项战略，先大力推动公共交通电动化，也就是城市公交和出租车这2块市场，然后再向私家电动车市场通风，农村包围城市。他是这么想的，先在公交车领域发力，难度会小一些，因为中国的公交车产业中，政府有很大的话语权，在新能源政策下推广起来阻力要小得多。第2，城市公交有固定的运营路线，政府可以根据这个建设出规模化的充电桩网络，这也就为日后私家电动车普及铺垫了基础设施。第3，一辆大巴每年的载客量大概有22万人次，一辆出租车也能拉几千甚至上万名乘客，
这两个领域如果电动化会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大家做得多了，也就信任电动车了。2010年，比亚迪研制出了首款电动大巴 K9，不久后在深圳市开始运行。到2017年，深圳在全球率先实现公交全面电动化。深圳交通运输委员会统计，纯电动公交比柴油大巴节能72.9%，每年替代燃油总量34.5万吨。另外还大幅减少了碳排放，对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效果显著。2018年，太原又实现了出租车全面电动化。除了在深圳大本营外，比亚迪还利用电动大巴打开了其他省市乃至海外市场。2015年，比亚迪在英国伦敦发布了第一款纯电动双层大巴，中国领导人和威廉王子、凯特王妃还曾经一同登车检阅。2017年10月，在美国加州的兰卡斯特市，比亚迪的电动大巴工厂竣工，是美国第一家中企独资的大巴工厂。在纯电动巴士领域，比亚迪已经拿下美国80%左右的市场份额。此外，在荷兰、意大利、法国、以色列、挪威、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比亚迪电动大巴的身影。这些商用车打下的渠道和品牌知名度，会为比亚迪家用汽车率先闯开市场。回到2012年4月，比亚迪还在自我改革、刮骨疗毒的时候，特斯拉强势登陆中国市场，并凭借时尚设计、电动技术和强大的营销能力，很快俘获了一批消费者，尤其是中产阶层的喜爱。王传福不服气，第2年在股东大会上放言，电动车家庭消费一旦启动，比亚迪分分钟可以造出特斯拉。这是他作为一名汽车工程师的自信，但是就跟他以前的豪言一样，外界大多付之一笑。2013年12月17日，一款白色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在北京上市，100公里加速时间5.9秒，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85公里，综合油耗只有1.6升。他用一句自信的口号宣告了比亚迪王朝系列的开启：我是趋势，我是秦。其实，王传福并没有敌视特斯拉。在秦发布前的2个月，特斯拉的 Model S 汽车至少发生了4次起火事件，在网上引发了不少争议。不久后，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王传福，并问他对此事的看法。记者王传福说：“我们不希望特斯拉出问题，他做好了，我们才会受益。”在他看来，特斯拉跟比亚迪是一个技术阵营的，他想要超越的目标也从来不是特斯拉，而是丰田，是整个燃油车体系。王传福巴不得多几个友商进来，那时候他就说，国家的政策也像轿子一样，你要抬起这个轿子，光一个人是抬不起来的。当我们说赶庙会细行城市，中国就这样。现在说巴不得多来几个竞争对手，把国家的政策抬高一点，这个环境做得好一点，把市场做大一点，这样的话我们也就多卖一点。不到1年后，随着国家的政策推动，市场出现曙光，造车新势力开始入场了。2014年，小鹏汽车创业团队在广州成立，11月25日，蔚来汽车公司在上海注册。同一年，2大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制造商和充电网运营商特来电和星行充电成立。2015年7月，理想汽车在北京登场，新能源汽车市场热闹起来。有群雄才有江湖，比亚迪不再寂寞。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比亚迪从休养生息调到了加速模式。2014年，王传福发布王朝系列的第2款汽车比亚迪唐，同时宣布了542战略，要求比亚迪今后的产品100公里加速时间控制在5秒以内，全部采用4轮驱动，100公里油耗不能超过2升。同时，王传福越来越清楚要追求新的品质目标。比亚迪原有的垂直整合模式已经后继乏力。前面说过，2010年左右，在这套模式下，生产部门老滑头造成品质失控，后来的整肃固然起到了效果，但也只是保障品质在内部达标。而王传福想要的是自家各种零部件、座椅、刹车、内饰等等放到外面，整个市场上都是品悦的。是时候要改革和开放了。2016年年底，王传福要求各个事业部摸查外部的供应链资源，再跟公司内部的产品对比，人家做得更好就用人家的，该采购就采购。自家的部门如果太拉胯，该关门就关门。这项决策无疑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所以长期很难推进下去。直到王传福在会议上大发雷霆，当场宣布关闭效益不佳的座椅厂，并跟其他企业成立合资的座椅公司。杀鸡儆猴之后，他又对一些车型规定了硬性指标，要求从外部采购的零部件必须占到整车的50%以上。随着改革推进，比亚迪的事业部编制越来越精简和清晰。2017年11月，王传福把形形色色的事业部门划分为乘用车、商用车、云轨、电子电池5大事业群，并在3年之后正式拆分出5大独立子公司，让他们自己到市场上闯荡，独立发展零部件业务。王传福说，各事业部像大锅饭，只和自己比，不和同行比，就会失去竞争力。只赚比亚迪的钱，那不叫本事，开出去赚市场的钱才叫本事，还意味着产品有竞争力。然而，在市场上光有产品力还不够，很多车友即使知道比亚迪汽车够硬核，但一句下次一定，扭头还是去买了友商产品。没别的，就因为比亚迪不好看。前面我们讲过，比亚迪这个品牌的名字，当年起的就极不走心，甚至容易让一些国人想到脏话。而这个是比亚迪早年的车标，不能说随随便便，只能说是宝马除以2。后来虽然改造了 logo，似乎效果也不明显。
最重要的是整车造型，在比亚迪汽车中很少能看到他们自己的个性设计，更不要说引领风尚了。2016年，王传福这个理科大直男也终于重视起用户审美了。他先后从奥迪、大众、法拉利等汽车品牌高价挖来了许多设计师，对比亚迪汽车外形进行改造。到了2017年9月25日，比亚迪宋 MAX 上市不久后，在广州车展上被评为最佳时尚设计家用 MPV。它的 LED 龙眼大灯、龙须线条和龙嘴格栅，让主流媒体和消费者都刮目相看。这套设计语言的官方命名为 Dragon Face 以及熔岩。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款车在按键中彻底放弃了字母标志，全面采用中文。当初比亚迪高层会议讨论过这项改变，大部分高管都不支持，因为国产品牌中就没有这么干的，用中文看起来就不够洋气。但是王传福亲自拍板就用中文，他在访谈节目中谈过，自己一开始办企业确实是为了挣钱，但等到财富自由之后，驱动力就不一样了。我有2次经历让我现在就第一次我去美国，他要老让我拿这个返程机票来给他看，我觉得很难受，好像我就要赖在你美国是不回来的时候，我干嘛要赖在你美国不回来呢？我外语也不好，我到你美国是解决你的就业，就那种对人格这种污染。到了英国有一次以后也是这样，他把你盘问半天，肯定是刷了很多东西，当时我就甩开走，我护照也不要了，我就走出去了。王传福力排众议，一定要在汽车按键上全部采用中文，他相信也终究会得到市场的认可。他还说，当然这个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我们就这么走了，错了就错了，没有票我们这里面24小时都有人拿。2019年12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并迅速席卷全球，世界进入疫情时代。在疫情初期，病毒的威胁笼罩着每个人，将近14亿的人每天都需要口罩防疫，但全国口罩日产量只有2000万左右，供给严重不足。比亚迪当时有22万名员工，每天需要40-50万枚口罩，但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王传福紧急动员3万多名工程师，3天时间设计出图纸，7天造出第一台口罩机，接着又从零制造出熔喷布材料。在满足22万比亚迪员工的需求之后，又担起了社会责任，扩大生产24天，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口罩生产商。接下来更是把产能干到了每天1亿只，是疫情前全国口罩产能的5倍。在此期间，比亚迪没有趁机涨价谋取暴利，而是全力配合中央指示稳定供应，为国内乃至全球抗疫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注意比亚迪这个公司，以前只依稀知道是一种土汽车，而之后觉得这样一家公司路不会窄到哪里去。然而在当时，比亚迪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他起家的基本盘是电池业务，后来才向 IT 代工和汽车领域发展。而在2011年，国内有一家专注电池制造的企业成立，并以超新星爆炸的姿态迅速壮大。2017年，他超越比亚迪和日本松下，成为全球动力电池销量冠军，此后年年登顶。他的名字叫宁德时代。另一边，比亚迪电池的销量持续下降，从曾经的全球第一跌到了2019年的第4名，市场份额与宁德时代相差超过18%，股价也是连连下滑。截至2019年12月27日，比亚迪的整体市值与宁王相差超过1000亿。汽车业务方面，2015年到2017年，比亚迪连续3年霸榜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冠军，但接下来的2年，这个头衔都被特斯拉夺走。2019年12月，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正式投产，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同一个月，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只有13099台，同比下滑了大约72%。也是在2019年，宁德时代和特斯拉强联手，签订了量产供货定价协议，比亚迪是腹背受敌。从市场大环境来看，2019年政府给予的财政补贴同比下滑了50%左右，再加上电动汽车安全事故频发，这个新兴市场居然出现了倒退。从7月份开始，连续5个月销量滑坡，一批造车新势力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在美股上市的蔚来汽车股价暴跌到1美元，险些被退市处理。这一年，新能源汽车的国内市场份额只占5%左右，要挑战燃油车犹如蚍蜉撼树。而比亚迪的总销量连前15名都没有排进去，春天远远没有到来。古人有句话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王传福似乎已经习惯了等待，等待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耐心蓄力，做好准备。他始终信奉技术为王，创新至上，尤其是在产业大变革的时期，技术会是战略级的武器。为此，比亚迪已经磨剑多年。2004年，也就是收购秦川汽车的第2年，比亚迪又在半导体领域布局，注册成立了比亚迪微电子有限公司，并在不久之后开始研发 IGBT 芯片。作为 IGBT 被称为电力电子装置的 CPU， 在电动汽车内部负责电能的管控工作，跟电池并列为电动车的2大核心技术。国际上 IGBT 的最大供应商是德国的半导体企业英飞凌，而在国内，2009年，比亚迪发布了车规级的 IGBT 1.0技术，实现了中国 IGBT 从0到1的突破。到2018年升级到了4.0版本，也是国内汽车行业中唯一一家掌握了 IGBT 从设计、制造到应用全产业链技术的企业。2020年3月29日，比亚迪又发布了一项重磅技术——刀片电池。
以前的磷酸铁锂电池相比于宁德时代的3元锂电池，能量密度比较低，在汽车续航方面不占优势。而比亚迪通过结构创新，改变了磷酸铁锂电池的传统形态，同样体积的空间内可以放置的电池量提高50%，也就意味着汽车巡航提高50%。除此之外，刀片电池还有一大优势，就是领先全行业的安全保障。在业内公认最严苛的针刺测试中，单元锂电池被耐高温钢针插穿之后，很快就因为短路而起火爆炸，而刀片电池面对钢针却是岿然不动，甚至有点想睡觉。3个多月后，比亚迪精心打造的旗舰产品汉横空出世，是首次搭载刀片电池的量产车型。上市4个月后，月销量就实现过万。彼时的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仍然处在特斯拉 Model 3的阴影下，比亚迪汉给中国车企竖起了一面旗帜。接下来，2021年1月11日，比亚迪一口气发布了3款新车：秦 Plus DM-i、宋 Plus DM-i 以及唐 DM-i。但更加震动业内的其实是这3个名字后缀的含义 ：DM-i 超级混动技术。粗略地说，驾驶比亚迪 DM-i 混动车型，体验上无限接近于纯电动车，不用担心续航，而且油耗还特别低，把电动车和燃油车的长处合为一体，价格成本却又低于友商。如果说跟日系车对比的话，它不是能不能正面刚的问题，而是全方位的碾压。这也不是我说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很多人已经实践过。比亚迪的 DM-i 车使用公用充电桩，只要花10几块钱就能跑100公里，如果是私家充电桩的话，甚至只用5块钱。而如果是加满1箱油，还能跑1000多公里。IGBT、刀片电池、DM-i 超级混动，每一项都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技术，比亚迪像变戏法一样掏出来，似乎还隐藏着更多惊喜。王传福说，比亚迪有技术，鱼塘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技术，日常需要时我们就搞一条出来。技术不会骗人，消费者也不是傻子。根据全国乘联会发布的数据，2021年比亚迪汽车的国内销量超过72万，同比大涨100%，但在细分品牌中排名还只在第13名，市场占有率只有3.4%，终究只是个配角。王传福不着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国际局势进入新纪元，战争一度引发石油价格大涨，汽车行业也受到一定影响。相比燃油车，新能源汽车的成本优势迅速凸显，此为天时。自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出台补贴政策，扶助新能源汽车厂商成长，大力建设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并且引入特斯拉这条超大鲶鱼，培育出领先全球的国内市场，此为地利。比亚迪汽车自成立初期就开始布局新能源汽车，坚持3步走战略不动摇，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储备和十分完善的产业链条，此为人和。到2022年第1季度，新能源汽车已经占到比亚迪销量的98%。天时地利人和皆备，此时不发，更待何时？2022年4月3日，比亚迪在全球车企中率先宣布，今后彻底停止生产燃油车。一纸公告如同给历史宣判死刑，比亚迪急起起兵，向传统燃油车厂商发起了冲锋。就在4月份，比亚迪乘用车销量同比暴增313%，有6款车销量过万，其中秦、汉、海豚3款杀入市场销量前10。注意，不是新能源汽车排名，而是包括燃油车在内的整个汽车市场。比亚迪一连创造了3项历史记录，力压一汽大众和广汽丰田，首次登顶中国市场月销量榜首。这也是新能源车企首次超越燃油车品牌，拿下销量第一，同时也是中国引入合资汽车38年以来，国产汽车自主品牌首次超越合资汽车，拿下月销量冠军。炮声巨响，攻势还在继续。7月29日，海洋系列第2款海豹上市。10月份，比亚迪销量刷新到了217816辆，足占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37.1%，相当于第2名到第10名的总和。正如王传福曾经说过的，任何新事物的替代都不是等比例的，而是先慢再苟，后势如破竹。11月16日，比亚迪第3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成为中国第一家达成这一成就的新能源车企。从第1辆到第100万辆，比亚迪用了13年；从第100万辆到第200万辆，比亚迪用了1年；而从第200万到第300万，只用了半年。一枝独秀不如林海通滔。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几乎集体走高，造车新势力中，除了蔚来、小鹏、理想3剑客之外，华为与赛力斯合作的问界、浙江的领跑汽车等品牌也有不俗表现。2018年之后才诞生的哪吒汽车，甚至有后来居上的势头。此外，中国传统车企也孵化出一些新能源子品牌，比如吉利公司旗下的极氪、广汽旗下的埃安、长安推出的深蓝等等，都拿出了比较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是一场新能源汽车对燃油车的革命，但是颠覆还不止于此，它更是中国车企对欧美日韩下的战书。全国乘联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1到9月份，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占全球新能源市场份额的62%，中国车企们已经卷起了一场风暴。有些朋友可能不理解，这背后对于中国汽车产业乃至中国崛起的意义有多大。家用汽车一辆上面有上万个零部件，目前仍然是最复杂的民用工业产品，产业链涉及到采矿、金属、橡胶、化工、纺织设备、物流等多个行业。
而为了控制成本，一家车企对它的供应链厂家会尽可能在本地或者附近选择。粗略的来说，汽车工业每多一个岗位，能带动上下游产业多出来7个岗位。2021年，中国由汽车工业直接和间接带动的就业已经将近5000万个。从学历上来说，上到博士，下到中专，都有人能在汽车行业找到相应的工作。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是一个普通县城。2022年9月25日，扶风县政府发布了一项紧急通知，要对全县范围内有就业意愿和回乡就业意愿的人员进行全面摸底。为什么呢？因为比亚迪要在扶风县投资建厂了，计划招聘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共2万人左右，普通工人月薪5000到7000元，技术工人月薪6000到9000元左右，还有保障和福利。屏幕前的各位可以想一下，在一个普通县城生活，这样的薪资算不算低？从此以后，2万青壮年不用背井离乡，又能解决多少家庭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以上是对于就业民生来说，咱们再从国家宏观角度算一笔账。从2010年起，中国的汽车产量连续10年世界第一。2020年，我们的汽车保有量达到2.81亿辆，和美国并列世界第一。但是汽车出口价值不到100亿美元，是德国的1/12。同时，我们却进口了价值440亿美元的外国汽车，贸易逆差超过340亿美元，这还只是整车。汽车和汽车零部件仅次于集成电路，是我国进口金额第2大的工业品类型。中国的汽车厂商产量最多，干着最累的活，却拿着最少的利润。原因就在于汽车的核心技术专利、发动机、底盘、变速箱等等，长期被西方国家把持，中国人无门可入。我们曾经尝试建立合资品牌，以市场换技术，但这条路线已经被证明失败。自1984年以来，合资汽车在中国市场雄霸38年，却始终没有交出核心技术。汽车产业早已经成为外国资本插在九州大地上的吸血管道，而今攻守之势异也。荷兰、挪威、德国、印度、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纷纷设定了禁售燃油车时间表，新能源汽车取代燃油车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在这条赛道上，旧日的列强已经难以称霸。德系厂商历史最为悠久，1885年，正是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造出了历史上第一辆现代汽车。100多年来，德国燃油车的产业链盘根错节，技术深厚，但也正因此船大难掉头。整个燃油车供应链是百万曹公一时所系，要及他们的命谈何容易？2022年11月28日，大众集团的 CEO 赫伯特·迪斯曾经在长文中写道：“大众的体量、历史、市值，甚至传统汽车制造业中的独特经验，无法在巨变当前提供保护，甚至是一种累赘。”就在大众 CEO 感慨的第2个月，日系厂商也有所表态。全球最大车企丰田集团的掌门人丰田章男迟迟不肯顺势而为，他宣称电动汽车被过度炒作了，如果行业向电动汽车转型，会对日本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另一方面，丰田却坚持研发氢能源动力汽车，但至今为止仍然不能保证其安全性。后来丰田终于妥协，发布了大量电动车产品，可是已经在市场掉队。比如雷克萨斯首款电动车型 UX300E，号称对标特斯拉 Model 3。根据众车网数据，2022年9月，它的在华销量是25台。是的，你没看错，就是25台。美国的特斯拉综合实力确实强悍，客观来说，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国内车企的一大劲敌。但它的优势正在快速消散，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今年10月24日，特斯拉官方宣布，中国大陆地区销售的 Model 3和 Model Y 系列降价，降幅在1.4万到3.7万元不等。同一时期，丰田奕泽、大众朗逸、奥迪 Q2L、宝马 X1、X2、奔驰 EQC、EQB、A 级、B 级、C 级等多款车普遍存在大幅降价情况，其中奔驰 EQC 最高狂降20.35万，接近腰斩。2022年10月，中国车企自主品牌在国内的零售份额达到51.5%，是几十年来首次突破50%大关。我们正在收复失地，不仅如此，还悄然攻向了海外。比亚迪在出口电动大巴多年后，于2022年7月至9月，先后向欧洲和日本的乘用车市场进军，让汉车纵横天下。如今是我可网，我亦可网。王传福这个人蛮有意思，在传统汽车企业家中，他是最早举起反旗的先驱，而跟造车新势力相比，他又显得特别老派。他有时候语出惊人，但大都是有的放矢，更多的时候他非常低调，并不擅长互联网时代的细分营销，也没什么架子。吃饭的时候常常去员工食堂排队，和大家一起吃得津津有味。相比管理企业，他更喜欢钻研技术，在公司里喜欢穿工装，去实验室一待往往就是1天。就连比亚迪大败局的作者也承认，在王传福的办公室里，物价高度接近天花板，其中大部分都是技术类书籍，很多已经被翻烂。理想的对，但听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很奢华的一些爱好啊，这些好像就哈哈哈哈习惯了搞工作。实验室还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吗？当不了，这就是在公司嘛，开会，然后听听研究报告是吧？然后到市场看一看，到工厂看一看。回顾王传福和比亚迪的发展历程，其实更有意思。
少时是一穷二白，远远落后于世界，在自己的拼命努力和一位兄长的喜助下，建立起事业初期的基本盘。面对西方的技术优势，努力发展核心技术并大胆改革，保持基本盘不动摇的情况下，延伸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定下战略目标后，稳步推进，毫不动摇，终于在今天展现出超越欧洲的巨大优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成为一超多强格局中唯一能和美国人分庭抗礼的对手。比亚迪的崛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靠热血做坚持的励志故事，它的高光背后承载着各种质疑与挑战，而相当一部分质疑其实很有道理。王传福需要在保持定力的同时，承认情况的复杂性，然后费尽心思直面复杂，一次次消化意见，一次次解决问题，又一次次坚定信心。这些一次次还是生命、企业、国家向上攀登的阶梯，而且非如此不可。当然了，在这场大变局中，并不是说比亚迪一定会笑到最后，它的产品力还有进步空间。而且王传福还有个特点，就是一言堂。无论收购秦川汽车，还是采用中文标志，开过的讨论会都只是一个形式。不管下面如何反对这件事，终究要按王总的意志走。对此，王传福也不讳言。他曾经说，公司里还有谁比我更懂我的决策，有98%以上是正确的。这样的独断有时候的确能发挥巨大优势，但当局面越来越复杂，不知道会不会带来负面作用。对于整个中国车企集体挑战也仍然巨大。一方面，从明年开始，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将会终止，车企们必须彻底独立打拼，部分品牌已经陷入新的困境。另一方面，两田和 BBA 研发能力、品牌力、资金实力仍然强悍。2021年，丰田仍然是全球销量第一，而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也给中国汽车的出海带来了不确定性。但是，1978年以来发生的一切，让我相信某种大势已经形成。太平洋的东西两岸，青龙与海雕争天下之柄，而时间属于我们。比亚迪的崛起不过是这套模板在汽车领域的又一次小刷，而它已有的高光也许只不过是起点，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直挂云帆正在我辈。就像那两首诗所言：西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